再来是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这个就牵涉到我国、日本跟美国3个国家。这个案例的事实是这样子的：有一对夫妻，美国人，他们在加州北加州北加州的这个首府的这个附近呢 ，Sacramento 沙加缅度，骑着重型机车呢行驶于高速公路上面。在美国呢，重型机车上高速公路这是非常普遍啊。我国虽然开放了，但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还是很少看到重型机车，但是在美国呢非常普遍。那这一对夫妻呢，在高速公路上这个高速行驶当中呢，后轮的轮胎爆胎，结果导致整个这个机车呢失控，就跟旁边左右的车辆擦撞。那在高速行驶之下，我想各位可以想象，哇，那这个必定非常的惨重。所以呢，后座的这个太太呢就当场死亡，先生驾驶重型机车的先生呢重伤。这个时候轮胎爆胎的话，当然这个就提起诉讼，就要告制造轮胎的公司了。这个制造轮胎的公司呢是 Made in Taiwan， 是我国的业者，叫正新轮胎。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轮胎，它在全世界的轮胎的企业呢，全世界排名第9。它的总公司在彰化，是一个我国非常标杆的企业。它外销到欧洲、美国，在当时1980年代，正新轮胎外销到美国的欧洲跟美国轮胎呢，在当时就已经长达20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例子，品质保证相当的有信心，这个是第一件。所以正新轮胎呢，他就觉得奇怪，怎么搞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自己呢就花钱呢去找了第三方的交通事故的这个单位团体哈，我在想有可能是一个财团法人，做精密的交通鉴定。结果呢，鉴定出来的结果，正新轮胎他们家所做的轮胎，从设计到制造是没有瑕疵的。有瑕疵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轮胎里面的零件真空管。这个真空管是谁做的？是日本的厂商，一家叫 Asahi Industrial Corporation 啊，这个 Asahi 的这个公司做的。然后他把真空管呢卖到台湾来，卖给正新轮胎。正新轮胎呢再把这个真空管组装到这个轮胎，然后卖到美国跟欧洲。所以这个交通事故的鉴定，详细的鉴定报告出来以后，知道说，哦，原来不是我轮胎的问题，而是日本的厂商 Made in Japan 的真空管的问题。这个时候，正新轮胎就向加州的这个法院提起了一个程序，叫做 cross claim。这个 cross claim 呢，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上面并没有相对应的制度啊，所以这个很难去做一个精确的翻译。那我这边先翻译成是一种交互请求。这种 cross claim 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法院你判决我正新轮胎败诉的话，这个损害赔偿责任应该是要由这个日本厂商 Asahi 来负担。所以等于当初原告只有告正新轮胎，没有告日本厂商，所以你告我正新轮胎，然后我正新轮胎再把这个日本厂商拉进这个诉讼程序，这个叫 cross claim。所以这个时候，日本的厂商呢，他被正新轮胎拉进了这个加州的损害赔偿的这个诉讼以后，他没有做实体的答辩，他只有一个抗辩而已，就是
抗辩，你美国法院对日本的厂商 Asahi 没有国际管辖权，没有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你对我没有国际管辖权，因为日本的这个厂商 Asahi， 我在美国境内没有店面，没有店铺，我没有在美国境内卖这个真空管，我没有代理商，没有事务所，我在美国境内没有任何存款，没有任何资产，也就是一言以蔽之，我的真空管我从来没有卖到你美国市场。那我是把这个真空管卖给台湾的振兴轮胎，由振兴轮胎把它装到他们家所生产制造的轮胎以后，再卖到美国。所以呢，我没有直接对美国输出，所以美国法院呢，对我日本的厂商没有国际裁判管辖权。这个时候呢，日本的厂商就只有提出这个管辖抗辩而已。在加州法院，从第一审到第三审，加州法院都认为说，美国的法院对这个日本的这个厂商 Asahi 是有国际裁判管辖权，所以都做实体审理，然后判这个日本的厂商是败诉的。后来这个 Asahi 不服，将这个案子呢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的理由一样，只有一个，就是管辖抗辩。美国的法院对这个日本的厂商 Asahi 是没有国际裁判管辖权。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结果，废弃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发回加州最高法院要他重判。那结论就是对这个日本厂商 Asahi 没有国际裁判管辖权。为什么呢？因为振兴轮胎呢急着跟美国籍的原告和解，在诉讼系数当中，振兴轮胎呢这个美国籍的原告达成了和解，所以跟美国籍的原告达成和解，付了一笔损害赔偿的金额，所以这个美国籍的原告就撤回了对振兴轮胎的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讲了，这个时候呢，我美国籍的原告因为振兴轮胎达成和解，所以他实体上面的损害赔偿已经得到救济，得到保护。在我美国的法院系数当中，剩下来的是2家外国公司的诉讼。那我美国法院没有必要花纳税人的钱来审理你这2家外国公司的诉讼，所以如果你们之间有任何纷争的话，那请你要么回台湾去告，要么回日本去告。这个跟我美国呢没有关联性，好，所以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会废弃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发回，然后结论就是美国的法院对这个日本厂商没有国际裁判管辖权。这个时候，等于振兴轮胎呢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明明他们家做的轮胎品质保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损害赔偿却必须要振兴轮胎来负责。这时候，如果振兴轮胎它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讲的，他回台湾提起诉讼或到日本提起诉讼，会有什么样的可能的结果？他向台湾提起诉讼的话，一样，他在我国境内没有办法强制执行这个日本厂商 Asahi 的财产，所以这个判决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拿到日本去请求日本的承认与执行。就算在美国的诉讼，他没有跟美国的原告达成和解，到最后他取得胜诉判决的时候，他美国的判决也必须要拿到日本去请求日本的这个法院来这个承认跟执行。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提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美国境内，这个被告日本的这个Asahi在美国境内也没有任何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所以不管在台湾提告或在美国取得胜诉判决，结论都是要把这个两边的判决拿到这个日本去向日本法院提起一个许可宣告执行之诉，
然后日本的法院再依照他的民事诉讼法118条的规定，看是不是要承认这个美国或台湾的判决。这个时候，日本厂商在当时他们所习惯打的国际民事诉讼的手法是，当在外国法院的诉讼系数当中的同时，他会回到他的本国法院，向日本的法院提起一个他跟外国的原告。比如说，在这个案子呢，就是跟振兴轮胎之间，在因为侵权行为而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的诉讼。法律的用语就叫做消极确认之诉。消极确认之诉，你如果主张我跟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存在的，那我必须要负举证责任，也就是振兴轮胎必须要出日本的庭，向日本的法院主张它跟阿萨히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存在的。可是如果振兴轮胎没有出日本的庭，因为他专心在打美国的官司，结果没有出日本庭的结果，依照辩论的判决，那日本法院就判了阿萨히跟振兴轮胎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这个时候，就算振兴轮胎非常认真的把美国的诉讼给打赢了，取得了胜诉判决，确定到日本要去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时候，日本的法院会因为在同一个国家一个法秩序里面的同一个事件，不能够去存在一个内容相互抵触的判决。这个时候，日本的法院会拒绝承认美国的判决。这个是在当时日本的厂商在国际社会上惯用的一种国际民事诉讼的这种手法。所以呢，比较起来呢，我们的厂商听到这里，各位，你是不是会觉得我们的厂商比较不会打国际诉讼？然后呢，赔了夫人又折兵，非常遗憾的，我们的产品并没有问题，但是呢，却到最后损害赔偿是我国厂商要吞下来。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跟各位所提的国际司法，或者是说涉外民事事件的一些基础的理论的问题。